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的大主題，美伊戰事關心伊朗的毀滅性報復來了。這一次攻擊包括了85處的美軍設施被摧毀 ，MQ9 也遭到擊落。另外，美軍說的5倍火力下重手，現在看起來是被伊朗打臉了嗎？今天的大主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首先歡迎陳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節目一開始先幫我們節目按讚，希望跟我們互動的一下呢，一樣我們的留言區寫下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看到熱推薦，幫我們按下熱推了。再來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環球大戰線主頻在主頻的部分已經有新的會員頻道了，歡迎觀眾朋友們在這個頻道的最上面按下加入這2個字，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會員，可以享有優先得知各種 Q&A 啊，想要提問或者是做互動，在裡面都可以來做進行，歡迎大家加入。今天節目會來先關心的美伊戰事，我們先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請嘉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美軍先攻擊了伊朗80個目標，沒有想到換來的是伊朗反攻擊美軍共85處的基地。美國說的他們對這個伊朗的不成比例攻擊，現在是反而擊出了更強硬的伊朗了嗎？第二件事情，伊朗這次鎖定的目標包括了在波灣地區的巴林科威特美軍基地，是在警告波灣朋友別當美軍的打手嗎？是在測試美軍的防禦漏洞嗎？這是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的是荷姆茲海峽了，到底現在誰說了算呢？保險市場其實現在可以看起來都是向伊朗做靠攏的，是否代表說現在荷姆茲的掌控權已經落在伊朗的手中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來是完全破功？我們本來以為說美伊之間呢互相攻擊哦，這個是一個小鬧，但是這一次看起來完全不是哦，是直接下了重手。原因就是因為伊朗近期呢攻擊了荷姆茲海峽的商船，所以美軍的說法他要做報復。因此呢，我們看到美軍中央司令部在7日當天表示呢，已經完成了新一輪的報復行動。這一次他說動用的是精準的彈藥攻擊，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內80個目標。我們來看到這當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統跟它的雷達站，60多艘的小型艦艇跟它的指揮管制網路，甚至它的反艦飛彈基地。美方官員是這樣說的：這一輪行動不論是規模或者是打擊的力道，都比10天前那一場攻擊是大了4到5倍哦，力度非常的大。這是美軍說的，這不是对等的回應而已。這是美軍官員繼續這樣講，這是一場不成比例的一個對伊朗的懲罰，而且短期之內美方的下手是不會結束的。我們看到這個美軍的話一說完，伊朗確實來自於國營媒體直接證實，美國攻擊了伊朗境內南部多個戰略地點，還當中包括了多個港口哦，都遭到波及。而且伊朗現在也指控啦，美軍對於伊朗的攻擊範圍持續的在擴大，已經到了不管是連商業用的碼頭、漁業的碼頭，甚至是漁船都要做攻擊，造成許多平民受傷。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他公然批評美國，並且警告美國，你違背了當初我們的諒解備忘錄，接下來德黑蘭也會採取同樣的報復行動。話一說完，革命衛隊是立刻展開了各項的軍事行動，美軍攻擊伊朗80個目標，伊朗回攻擊美國一共是85處的重要美軍基地，這當中包括使用了飛彈跟無人機攻擊了巴林第5艦隊的駐地，還有科威特的這個空軍基地等等。伊朗還聲稱擊落了一架美軍的 MQ9 死神無人機，也就是說，美國說給伊朗一場不成比例的懲罰，是立刻被伊朗給打臉了嗎？那伊朗現在是不是看起來更為強硬了？委員怎麼看？當然了，伊朗的態度一向就是你要戰我就戰，你要和我也奉陪。所以其實伊朗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底氣，當然是因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關的準備，跟下半場的這個沙盤推演哦。所以我們在這個節目曾經跟大家分享過，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哦。大家看到美軍現在攻擊了伊朗80個目標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現在是美國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積有多大？伊朗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美國打伊朗的目標可能上萬個了。
伊朗還好端端的活在那裡，打80個算什麼呢？我看完之後，那80個還包含了60艘艦艇。伊朗的小型艦艇是蜂群艦艇，60艘對他來說算什麼？所以其實這80個目標聽起來好像很多，可是其實效果很有限，因為伊朗太大了。關鍵問題是美國要打伊朗，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國。我不斷的在強調這個重要的關係。你美國要打伊朗，又要跑到伊朗家門口去打，所以在這個時刻，其實美軍不要說80個了，打800個目標啊，對伊朗大概都不會有一點的痛的感覺。可是伊朗打美國不一樣哦，就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就那麼幾座，我剛才看到了巴林的、科威特的都被打了。我覺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國這個中央司令部的話，我乾脆就不要修了。我今天把它修好了，明天可能又被打了，誰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來炸一次？那我現在幹嘛修呢？現在对美國最大的問題是這樣哦，你在中東的基地就這麼多，你的相關的設施也就擺在那裡，如果不斷的在被攻擊。那麼回到下一個問題來，那你接下來的兵力調度就會有問題。你要怎麼調度？航空母艦戰鬥群2棲登陸這個攻擊艦，該調回美國本土的都調回去了。就算在這個中東地區的，你也離這個戰區很遠啊，因為你怕被伊朗不對稱的攻擊而消耗掉了你海軍珍貴的戰力。這些東西都是馬上美國就要面對的問題。那對伊朗來講啊，關鍵問題來了。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腸行動，他幾乎已經讓國際社會承認他有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了，就不需要你美國承諾，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腸，然後你看看國際社會到底是相信你美國還是相信我伊朗。現在顯然看起來大家覺得相信伊朗比較有保障啊，我寧願交了個錢，然後我就可以順利的通過了。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國跟伊朗之間彼此的紛爭當中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對伊朗來講，他長遠要的東西，他其實還沒要到哦。所以我說，為什麼伊朗他說要戰我奉陪，要和也可以？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伊朗來講，他要的東西大家都知道，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要能夠自由发展這個濃縮鈾的這個相關的權利，要美國解除經濟制裁，要伊朗成為中東的一個正常國家，不要再被美國欺壓跟這個打擊。這些東西其實伊朗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實質的成果。所以對伊朗來講，他何嘗不是在做極限施壓呢？大家說川普喜歡玩極限施壓，伊朗何嘗不是呢？如果這場戰爭接着這樣持續的不斷的紛擾下去的話，國際能源的價格會持續居高不下的。那麼美國馬上就要面臨9月要不要升息了，這就是通貨膨脹的壓力的問題了。美國的這個期中選舉馬上就要展開了，這些東西都是川普馬上要面臨的問題。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對伊朗做極限施壓，伊朗對川普也在做極限施壓。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和談前哦，美伊就以軍事的角度來說，大家都在做最強烈的一個軍事上面的施壓。不過我們也看到這一波美伊互攻哦，伊朗也不是亂打。他其實呢有在挑選地區的，而且是對於美國來說，還有對於波灣來說是傷害非常大的。這一次挑選的地區，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鎖定的是巴林跟這個科威特。為什麼這2個地方我說非常的重要呢？先來看到其實呢，伊朗很清楚自己不會去打這個美國的本土哦，依靠的不是美國本土，而是在波灣地區。因為巴林這邊呢是美軍的第5艦隊的所在地，是波灣海上行動的一個核心指揮樞紐，所以他選擇第一個打這裡。第二個，他打科威特，尤其是在當地的一個阿里薩勒姆空軍基地，同樣是美軍在中東空中行動非常重要的一個點哦，所以他直接打在美軍在中東的神經樞紐上嗎？那幹哥怎麼看？選擇這2個基地的原因，另外也是對於波灣國家地區做一個警告嗎？幹哥怎麼看？好，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大概已經快30年了，是美國第5艦隊的基地，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從來不會有任何問題。也就是說，長久以來，你說同樣都是穆斯林國家，但是巴林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它其實很穩的。所以我這個基地設在這邊，我這個基地坦白講一句，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它雖然不是所有重要艦艇的所在地，但是它是一個轉運港，以及就是說下達命令的指揮所。好，那它這個可以停泊大型的軍艦，最主要就是神盾驅逐艦的泊地啊。那所以這個港對於美國來講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港，你就沒有地方可以用了。坦白講啊，那你要用誰的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嗎？那很遠啊。那所以巴林這個基地非常重要。那另外一個在那個
科威特的那個基地叫阿里薩勒姆啊，阿里薩勒姆這個基地那就重要的多。為什麼？因為它有E3，有E3空中預警機，還有 KC-135，空中加油機，它還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種無人機，或者是那個後勤支援裝備，以及愛國者飛彈的轉運站等等。所以阿里薩勒姆這個基地不一樣，而且美國把這個科威特從海珊，也就是以前伊拉克佔領它的時候，就伊拉克總統海珊佔領科威特的時候，他把薩達姆打退了之後，然後就馬上把美國主要的軍機就交給了科威特，所以這個基地非常重要。可是你到現在為止，你知道它受損的程度嗎？不敢講，也許很嚴重。所以這一次他說他攻擊了美國80個目標，那到底又有多少飛機受損呢？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伊朗可以經得起你打我85個，可是美國經不起被打80個，這一點很重要。為什麼？因為美國只要挨打的話，那都是高價值目標。他連那個無人機的操作基地有沒有？它是一個一個的長貨櫃，那個打下去，你知道那個不是那種鐵皮屋蓋起來的，是都很昂貴的。所以美國沒有80個有價值的基地讓你打，為什麼？因為那損失太大。最重要的是人員有沒有受傷？那這一次我是真的覺得說，停火真的沒有多久啊，這不到2個禮拜，然後伊朗又突襲了在荷姆茲海峽裡面的3艘船，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達的船，那就是警告。對，那是有選擇性的。卡達的油輪被打中了，就是說你再這樣子哈，我打卡達，我打科威特，我打巴林，都有象徵意涵在裡面的，就是說我不是這樣子就達成了諒解備忘錄，就被摸頭了，就永遠沒事了。北海布倫特原油最近又漲到76塊一桶，好不容易跌回72塊一桶，就美國人可以喘息一下了。就像一打，兩邊一開打，又上去了。西德州中級原油也從69塊變成了73塊了。那個都好不容易降下來，你現在又上去了，就為了這一點點小型的衝突，就現在升高為各打對方80幾個甚至100個。那這場戰事好像又要重啟戰端了嗎？所以我們是真的覺得哈，美國他現在就說，你為了3艘船遇襲而又重新施展你的這個全面打擊，我老實跟你講一句，那個花很多錢，而且我看完全打亂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部署。卡爾文森號又掉頭回來，又要放飛機出去，然後你現在觀望不能動，為什麼？不能進行正常的部署，為什麼？因為不曉得你接下来你要幹嘛？你要幹嘛的話，川普又叫我們不要走了，所以整個美軍的部署，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這件事情，我覺得短時間之內真的沒有辦法善了了。好，所以這一場這個攻擊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不過，如剛哥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的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攻擊的起源，其實就是在6號這一天哦，因為荷姆茲海峽的爭議哦，伊朗去打擊這一艘來自於卡達的天然氣油輪，所以那個油輪呢遭到重挫起火，才會有後續的各種攻擊。那為什麼伊朗現在要打？大家也在關注，原因是我們看到是說，不是美伊 MOU 已經說好了嗎？荷姆茲海峽60天內是可以免費通行的嗎？那伊朗現在其實在意的點，並不是說這個60天之內免費通行，而是說你要通行可以，但是你必須要走我的航線。但是卡達這艘船沒有走伊朗的航線，所以被遭到攻擊。現在也在看說，是不是等於荷姆茲海峽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另外，我們如果從這個保險費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現在呢有2條路可以走，一個是走南部靠近阿曼這一條路，那這一邊的保險費比較貴，是35萬美元。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線的話，靠近伊朗的北邊的話，它是28萬美元，價格比較便宜。所以連保險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來，走伊朗的航線這一條比較安全，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茲海峽的另外一個證據嗎？苑老師又怎麼看？這個議題非常重要啊！為什麼呢？因為今年的2月28號以前的話呢，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然後呢，川普呢做了這個要跟以色列一起聯合打伊朗的這個動作嘛，
這個戰爭動作，先把哈梅尼耶給幹掉了以後，哈梅尼耶的話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就是有他的喪禮嘛。就連那個川普自己都講，他非常驚訝。他本來以為說伊朗被打了以後呢，就可以順勢就推翻政權更迭，結果搞了個半天以後呢，發覺伊朗人非常愛戴他們的宗教領袖，所以說那個伊朗人這個情況下來講就轉變了。這個你們 MOU 裡面簽的最14條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其實就是有關伊朗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個通行權有絕對的這個，他提名他不叫做收過路費，他收叫服務費了啊。但是這裡面講的都是講什麼費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說，你必須要承認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具有實際上的掌控權。所以現在的話呢，這個我上次在這個節目當中講，那個長倫那個長利號被打的話呢，我都覺得是故意打的。就是要告訴你，因為長榮的長利號它的船多嘛，它基本上走的話呢，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航道。但是的話呢，这個下面的話呢，走這個阿曼的航道的話，因為那個荷姆茲海峽很近，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間的。對。但它那個海道這麼。大概就是27、8公里的路線分成3段，那其中大部分就是1半以上靠北，就是靠伊朗嘛。那伊朗現在的話呢，我覺得有3個原因可以說明為什麼它這個價錢會比較便宜。第一個的話呢，這個大家都會發覺，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但阿曼沒有這個能力。伊朗真的會。第二個的話就是伊朗真的會打。我們今天講的題目都是伊朗在打那邊這個打卡達過去的天然氣船，這是非常危險的。對啊，這個。然後第3個最重要的原因的話呢，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因為它隔的地緣關係比較近。就什麼叫以量制價？就是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我定的就是28萬啊，你也便宜一點，你來，如果你便宜的不要，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就打你。就變成這個結果。那美國現在的話呢，非常麻煩。為什麼？因為對於美國來講的話呢，這個荷姆茲海峽的控制不控制，其實是美國現在最關心的議題。其他沒有了啊，其他的話呢，就是什麼搞什麼核能啊，什麼濃縮鈾什麼的，這個都不是真正的議題。但荷姆茲海峽的話呢，就是讓大家全世界的經濟都可以感覺到痛的地方，所以對大家很自然會講說，我們現在油貴了，那就是美國害的。所以對美國來講，這個權利非要爭回來。所以這一次也相對而言，美國本身也表現得強硬一點。但是我覺得美國再強硬的話呢，也鬥不過伊朗，因為伊朗它這個地緣上的關係，再加上他們自己做的這段時間的準備，已經超過4個月的準備了。是，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我們接下來要關心的是北約史上最大的這個擴軍潮哦，怎麼回事？就在北約峰會這個期間所宣布的事情。德國的部分砸了天價，要增加它的軍費哦，大舉增加。加拿大則是打造這個它的核潛艦，要增加12艘哦。中俄在另外一頭，我們看到這幾天的動作也非常的多，同步升級它的核打擊海上的力量。世界邁向全面的軍備競賽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年的北約峰會特別的不一樣，因為它這當中有一個特別的訊號，全球秩序重新洗牌。過去70多年，我們知道北約一直都是美國在提供這個安全傘，那歐盟當然是跟着這個歐洲盟友都是跟着美國的腳步，但是這套規則在此刻開始是完全打破了嗎？我們來看到呢，就在北約峰會要舉行之際，沒有想到川普這個時候又語出驚人了，他說不排除要接下來撤出駐歐美軍，並且重提說我要來接管格陵蘭，又再次提到格陵蘭。他還批評歐洲的盟友常年太依賴美國了，你們這些國家不願負擔自己的安全責任，所以他非常的不滿。接下來他又說呢，我今天會出席這場北約的峰會，全部都是把面子賣給土耳其啊，因為有土耳其我才出席的。接下來又對土耳其喊話，說我會考慮制裁，對於土耳其的所有制裁重新推動。接下來
會給土耳其 F-35戰機來做合作嗎？為什麼川普這時候對土耳其的態度完全改變了？是想要強化北約東翼嗎？這個時候川普的動作，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做解讀。北約國家是不是也看到了川普不可靠了？所以呢，大動作的在增加快速的这個擴軍、加速武裝。我們看到幾個關鍵的國家都有這樣的動作。首先，德國宣布今年的國防支出4.5兆元，我們把它已經換算成新台幣了，象徵是歐洲最大經濟體正式擺脫長期低軍費的一個路線。第二個國家是加拿大，拍板史上最大的軍購案，它向德國一口氣採購了12艘新一代的潛艦，戰略重心現在好像看起來是完全的要向歐洲靠攏了嗎？它要強化在北大西洋跟北極的戰略布局，而美國另外一個動作是看到美國境內的北約聯合作戰司令部，為什麼這一次首次由英國來做接掌呢？有幾個特殊的動作。我們先來節目一開始，請教委員怎麼看北約史上最大的擴軍潮？從德國的動作剛剛提到的，還有加拿大的動作，買12艘的這個潛艦，到美軍他的北約指揮首度權力交給英國，這個戰略訊號是什麼？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現在擴大軍備，原因是因為看到因應的是烏俄戰爭，俄羅斯的攻勢越來越強嗎？還是說他們其實劍指整個印太到中國大陸，不把安全依靠美國，要靠自己嗎？那委員怎麼解讀？对，我真的要再一次的高度的肯定跟感謝川普哦，因為我本來怕說他因為陷在了伊朗戰爭的泥淖裡頭，他就忘了他曾經要去把格陵蘭拿走，然後我也怕他因為陷在了伊朗戰爭的泥淖裡頭，所以他又不敢去罵歐洲的這些盟國，就好險他都還記得哦，所以他還記得他要佔領人家的格陵蘭，他也沒忘記把他的歐洲的盟國罵一遍哦。那麼，因為川普這樣做，那麼當然我可以想象得到哦，就是美國長期以來在全球所建立的這個結盟的組織已經開始全面的瓦解跟崩潰了嘛。因此，你說北約史上最大的擴軍潮，這一點都不意外。為什麼？因為美國不可靠啊，就最主要就是這句話了嘛。當美國不可靠，當美國不會保護他們，當美國不但不保護他們，還要羞辱他們、踐踏他們，甚至當美國還要去侵占他們的領土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會繼續相信美國呢？因此，他們決定自己保護自己了。所以，歐洲現在在做的這個擴軍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歐洲的這些國家決定他們自己扛起他們自己的這個自主防衛的任務嘛。這個是一點都不意外的事情了。坦白講，川普大概也懶得管這件事啊，因為川普早就打算把部隊撤回來了哦，或者是少花一點這個精力跟時間在這個北歐的地區。第二個就是說，你會發現這一次的北歐的擴軍潮，他做了幾個很重要的部署哦。那麼最主要的部署哦，大家必須要了解的是，他這一次是在北大西洋跟北冰洋開始築成一道防線了。所以呢，除了北約在進行擴軍的同時，其實加拿大也在擴軍了。可加拿大跟北約在做的，像加拿大最近買了這個德國的艦艇，他所要做的東西是什麼？大家看一下那個地理位置哦，就是歐洲跟加拿大之間，他們最大的共通點就是北大西洋包含了這個北冰洋、北極海這塊地區。那麼現在很顯然的，他們也意識到，未來隨着全球暖化，這個北極的冰塊開始溶解哦，所以北冰洋的航行已經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所以他們也希望他們能夠掌握北冰洋航行的這個權利哦。那麼這一點其實是不難看得出來的。那你說他們做這樣的擴軍，到底是劍指誰呢？當然，我覺得這是歐洲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歐洲國家蠢到季辛吉已經從他活着講到他死了，然後呢，歐洲國家還是沒聽懂。季辛吉講了一段非常有哲理哦、有智慧的話。他說，歐洲如果聰明，就應該要把俄羅斯納進歐洲的體系，就像當年把德國納進了歐洲共同體一樣，讓俄羅斯進入歐洲的體系裡頭，讓俄羅斯也同樣的扛起歐洲的安全。那麼就可以避免歐洲跟俄羅斯之間莫名的敵意跟對抗，而且甚至當時季辛吉建議說，烏克蘭就應該扮演一個橋樑。大家看一下地理位置，烏克蘭幾乎就是歐洲連接俄羅斯一個最重要的管道。如果烏克蘭能夠扮演這個橋樑的角色，把俄羅斯吸納進來歐洲的體系的話，歐洲就少掉了一個敵人，少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這些戰爭哦。可是歐洲沒做啊。
所以歐洲現在在幹的事情是什麼？現在歐洲在幹的這堆蠢事，還是以俄羅斯當假想敵。我說句實話啦，俄羅斯還沒有打北約之前，川普就已經去佔領格陵蘭了啦。到底哪一個比較危險呢？這北約國家自己都沒有想清楚嘛。但是如果今天歐洲國家他當時在做的所有的擴軍，他真的是目標劍指俄羅斯，甚至劍指跟俄羅斯結盟的中國的話，那我覺得歐洲的這些國家就是蠢上加蠢了。因為其實不管是俄羅斯或中國，他們都無意染指歐洲哦。但是歐洲現在如果在做這樣的一個戰略部署，都是在以這樣的方向來處理的話，原本沒有戰爭的，可能就會有戰爭；原本不會有衝突的，可能就發生衝突了。所以我才不断的強調說，原本季辛吉給歐洲的是一個真正通往和平的道路跟橋樑，結果歐洲卻走了反方向的路啊。好，所以北約擴軍現在看起來劍指不只是俄羅斯，恐怕還有劍指中國大陸。那現在有一個比較奇特的動作是川普了，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又要說賣這個，可能會給這個土耳其 F-35一起來做這個合作？這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是他想要強化北約東翼嗎？跟俄羅斯有沒有一些關係呢？那幹哥又怎麼看？好，那個其實我坦白講一句哈。對於北約這個新的秘書長叫呂特啊，他最大的煩惱就是土耳其，你知道嗎？因為北約最東邊是哪裡？就是土耳其。北約的東翼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已經跟北約長期就是貌合神離很久了，你知道嗎？就是你看我也不順眼，我看你也不順眼，為什麼？因為最討厭他的就叫川普，所以川普真的看到埃爾多安啊，就是那個土耳其總統。他看到埃爾多安，那就氣死了。他從4年前就很氣他，然後現在好了，我乾脆自己破冰了。我決定賣你 F-35戰機，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說F-35很多國家都有了，現在你賣給我，好像對我大恩大德。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土耳其的世仇就是希臘，這2個國家啊是水火不容。你有什麼我也要有，我有什麼對方就要有，很奇怪啊！我跟你講啊，你看到全世界沒有2個國家，那東西長得很像哎。土耳其有 M60戰車啊，希臘馬上就有；土耳其現在有這個F-16戰機，希臘也要有。這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也就是在北約國家裡面，2個都是北約哦，可是2個人就互別苗頭，因為他們是世仇嘛。所以從希臘早在5年前就已經得到美國說準備賣你40架，那土耳其為什麼得不到呢？因为土耳其5年前犯一個錯，他偷偷跟俄羅斯買了 S-400防空飛彈。川普就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北約的盟邦背着我跑去跟俄羅斯買了那個全世界號稱最先進的防空系統。你不來問我一下，對不對？我不賣你愛國者嗎？因為愛國者跟 S-400是同一個等級的嘛。你不來問我，就偷偷跟俄羅斯簽約，裡面牽涉到俄羅斯有便宜的石油來換這樣子啦。所以我跟你講，那裡面都是一些戰略考量嘛。那埃爾多安跟俄羅斯跟普丁達成這個協議之後，川普就沒有饒過他，所以這一次在北約峰會裡面突然饒了他，然後說我要賣你 F-35戰機，這件事情的意義，我剛才說非常重大，也就是說我已經把禁令打開，願意賣給你了，就對你示好了，這是很大的破冰的讓步，所以我是覺得埃爾多安要多珍惜，他不要等一下又跑去買 S-500，我跟你講，那我們就頭就痛了，你知道嗎？因為北約已經破了這麼一個大洞，然後他現在好像說對於這個就是土耳其加以安撫的話，那會不會又造成了希臘的眼紅就不一定了。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看在我們的眼裡面，我们會覺得說川普又在耍他的，反正他常常會耍這些招數就對了啦，蠻有趣的就對了。好，所以我們也持續來關心。那這個今天的大主題就是這個北約擴軍。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了嘛，可能跟這個俄羅斯有關係，可能也是要應對中國大陸，把這2個國家當假想敵。所以同一時間，我們看到最近剛好中俄又在同步的升級有關於合作。那中國大陸日前我們報道過了嘛，他發射他的巨浪3洲際彈道飛彈，射程超過1萬公里。當然，美國的國務院非常緊張，北約
約也很緊張，其實日本也很緊張。那另外一頭呢，除了發射這個洲際飛彈之外，中俄還舉行了海上聯合系列的演習。這個演習已經15年了。這一次不一樣的地方是，過去演習都是在海上搜救上面，這一次是遠洋聯合作戰能力。好，這個主軸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另外呢，再來看到是西方智庫說的，中俄近年在核能、防空飛彈，甚至是核生化的防護領域，在深度的結合，而且合作當中引發北約的緊張，才會有今天的動作嗎？苑老師又怎麼看？這個有關於你剛剛所提到的中俄之間的這個海上聯合演習哈，2026現在是到了今天，現在是7月8號，還正在進行當中，啊，那麼我覺得的話呢，我首先要強調，大家看新聞的時候，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分離狀態的一個一個新聞來看，要把它當整體。首先第一個的話呢，我要提醒大家，這個美國帶領了31國啊，進行了第30次，出動了3萬多人的環太平洋軍演，現在正在進行當中。那這個一進行當中的話呢，那個剛開始進行的時候呢，就有這個東風17連續8枚的一個發射啊，這個就其實很明顯對抗。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呢，就有這個中俄之間的空中演習啊，那中國動的是一個轟6啊，然後那個殲16啊、殲10啊、C1啊什麼的，那俄羅斯動了蘇35啊，還有圖95，那這個都是戰略性轟炸機啊。那個這個就表示啊，就是中俄之間的聯手啊，在對抗。那其實呢，這個現在接下來呢，是有關於這個大陸這邊發射了一個號稱是巨浪3了哈，不過我們這邊的一個官員講說是巨浪2了，這個巨浪2的可能性比較不大，因為巨浪3的威脅比較大。那麼日本抗議的最厲害啊，日本覺得說一直強調說你不能飛過我頭頂上什麼的啊，其實真的是指的是美國，因為它這個航程，這個首先啊，這個發的巨浪3有3個特點了，第一個是潛水艇核能潛艦發出來的，啊，核能潛艦發核彈的意義就是說第2次打擊，就你如果用核彈攻擊我，我這海裡面浮上來，就大家這個同歸於盡了，就是這個演習。然後第2個部分的話呢，就是它的航程經過赤道，其實赤道因為地球是圓的嘛，你航起來的話，就是可以打到這個佛羅里達州了，啊，是針對是美國了。然後第3個重點是這個大陸這個導彈的這個有關於核能力量的話，發射力量非常大，那配上俄羅斯。不過，就有關於海上演習2026，我要強調一個重點，就是環太平洋的問題啊。那天在這個節目當中，將軍也講了，這個大家彼此的國家的調度啊、軍令啊都不太一樣。但是請記住，這個中國跟俄羅斯現在軍令系統，他們每一次的演習都在完全的整合當中，所以包含了他們都是合乎邏輯。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說，從核能啊，以及核能的防護啊，以及各式各樣的這個演練啊、操作啊，海上的、空中的、陸地上的，他們完全要演習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們兩國的軍力系統那整合成為同一個系統。那這個是我覺得這個力量對於這個西方國家是威脅比較大的。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美股的雙重泡沫要爆了嗎？今天特別關心的是，在這2天發生的晶片股集體跳水，資金現在也狂撤出美國的股市，恐慌指數飆到了新高。巴菲特在這個時候特別做出了示警哦，美股最高會不會暴跌高達70%呢？現在有專家做的預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留言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接下來 AI 泡沫即將要發生，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還早，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來關心到的是，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現在包括了美光，還有這個晶片股 SanDisk 都暴跌，而且呢，包括了費半單日重挫幅度超過4%，代表市場開始重新評估 AI 晶片的估值了嗎 ？AI 泡沫難道即將現身了嗎？第2件事情，巴菲特也在警告了，現在的股市像什麼？他說是開在賭場旁邊的
教堂啊，加上專家示警 AI 即將泡沫，投資人現在是在投資 AI 的未來，還是追逐科技泡沫呢？這個要小心了，等一下來做關心。第三件事情，華爾街直接提出的示警，說現在的股市面臨的問題就是價格泡沫之外，還有獲利啊。他說這個獲利也是泡沫的雙重危機，美股修正幅度最高，甚至可能達到50%，會不會立刻發生？今天就這些議題，觀眾朋友要特別做關注了。好，今天來看到的是美股 AI 泡沫，在周二美國股市的部分，晶片股成為了重災區，不管是美光或 SanDisk， 單日我們來看到費半也是同樣是暴跌的，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回檔，是不是因為這個 AI 已經漲過頭了呢？現在包括代表科技股的這個指數，恐慌指數攀到新高，來到了27，創下了2002年以來最大的一個數字哦，最高的一個數字。市場擔心的不再只是大盤的問題，而是特別關心也擔心科技類股是否引爆。現在來自於華爾街也特別示警的雙重泡沫，我們剛剛提到的價格是不是已經漲太多了？獲利呢？華爾街一直在上調企業獲利啊，但是真的能夠跟得上嗎？如果說企業獲利還是只是正常發揮的話，現在預估標普500估值會飆到67.6倍。超級高的一個息樂的本益比，這也代表是歷史上所有資產泡沫的一個最高峰的一個數字了，所以不可以小看這樣子的一個數字。另外一位專家也特別點破，如果獲利幻想被戳破，股市恐怕修正幅度最高高達50%。現在可以看到，投資人也很緊張了，大舉從美股撤出，創下3個月以來最大的淨流出，資金流向了哪裡？流到了日本的股市，創下7週最大的淨流入。好，怎麼看這個雙重泡沫的結構？是否正式的引爆 AI 這個大崩潰，然後泡沫化呢？委員怎麼看？對啊，我想現在的這個股市的狀況啊，如果大家對比到當年的這個2000年哦，2008年到2000年這2次的金融風暴，其實都相當的雷同哦。我記得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那個時候美國聯準會主席 Greenspan 哦，當時就講過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叫做非理性的繁榮。什麼叫做非理性的繁榮呢？就是股市為什麼會漲？不知道哦。你為什麼要買股票？因為我相信明天會漲。你為什麼確定明天會漲呢？因為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這麼幹，所以每一個人就在賭什麼呢？賭我不會是最後一隻兔子。就是這個遊戲就在玩誰是最倒霉的最後那隻兔子。那每個人都認為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今天買了，明天就會漲哦。然後呢，我一定可以從中獲利，這叫做一個非理性的繁榮哦。而這個非理性的繁榮已經在全球的股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了，所以你說全球的股市是不是走到了一個泡沫化的邊緣？當然是啊。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了。大家最近看到股市暴起暴跌，隨便哪個消息就跌個1000點，然後過一天又再漲回個800點。然後很多人就會問說，那為什麼昨天要跌了1000點，今天又漲回了800點呢？沒有理由啊。所以呢，為什麼呢？就因為很脆弱，一點點風吹草動，大家就覺得哇不得了了，我要趕快跑了。看起來又沒事，我又跑回來了。所以其實現在已經在是一個股市要泡沫跟崩潰的一個這個邊緣了哦。那麼這個邊緣當然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我剛才講了。就是因為我們原本在股市裡頭所有的投入，在這一波裡頭都是以 AI 概念股為主的，不管是 AI 的這個大模型的研發，或者是 AI 的基礎建設的硬體的這些公司都是如此。但是關鍵問題是你光看一件事情就好。剛才這個思敏給大家看到這個息樂本益比哦，你知道什麼叫本益比嗎？本益比就是我買了這支股票，我多久可以回本？對，67年。它是67呀。就代表說我買了這支股票，到我死了可能都還沒有回本啊。可是為什麼大家還要買呢？所以當你看到本益比已經高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其實當然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來進行投資，這些投資者他就要開始精算了。那麼也許我在搭這個順風車過程當中，我就是在賭啊。可是賭有賭贏也有賭輸的可能啊。那麼在現階段之所以大家開始緊張的原因，其實最主要的幾個點，第一個原因是什麼？因為 AI 公司都沒賺錢啊。就各位知道，美國的幾大 AI 的這個企業哦，大家耳熟能詳的，像 OpenAI，像這個 Google 哦，這些公司其實基本上都沒有賺錢。目前為止，除了一個 Anthropic 有賺錢以外，沒有一家賺錢的。就大家還沒有找到一個獲利模式，雖然說每天都在燒錢。
他們不斷的去融錢，融錢了之後蓋了算力中心，再去燒錢。就是各位知道燒錢燒的有多快啊？我記得前年吧，我看到这個 OpenAI 在市場上融了65億美元。我想哇，65億美元好了不起哦。對啊，我們公司要融個1億美元就已經不容易了，他65億美元呢，就融了個65億美元之後，接下來過2天我看到他蓋了一個運算中心，就花了50億美元。所以我想說哇，你才剛融完的，現在全燒光了。所以你會發現這些 AI 公司不斷的在市場上融錢，不斷的在圈錢，包含 SpaceX 也是如此啊。SpaceX 先前上市之後，大家瘋狂的去買，但是大家看看 Tesla 到現在都沒賺錢呢，就 SpaceX 又是另外一個夢想了。所以呢，當大家開始回到了現實面，發現說這些科技公司都沒在賺錢，那麼接下來它要繼續怎麼走下去呢？你更不要講哦，現在所有的軟體跟硬體公司是在玩同一筆錢在做流通的遊戲。我曾經跟各位講過，你會發現 NVIDIA 去投了 OpenAI 可能幾十億，上百億。可是呢，條件是什麼呢 ？OpenAI 呢要去跟這個 NVIDIA 買晶片，所以這筆錢呢就從這個 NVIDIA 投到了 OpenAI， 可是又 OpenAI 又回去跟他買了個晶片，那是同樣的一筆錢啊，這樣流了一遍就變成2家公司的這個獲利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這些把戲所堆高的。目前為止的這個股市的狀況，當然就會搖搖欲墜了。那麼現在碰到了另外一個更險峻的狀況，我們剛才在講美國9月會不會升息？對。那麼 Wash 說的說法看起來可能會升息，當然 Trump 絕對不會讓它升息。可是這個拉鋸的過程當中的關鍵在於美國的通貨膨脹到底解決了沒有？如果美國的通膨沒解決，就算川普不想升息，哇許都必須要升息哦，他否則就會變成聯準會的罪人了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會看到全球的資金開始抽回來了。因為當美元開始升息的時候，這是最現實的。我把錢換成美金，放在銀行裡頭當定存收利息，總比我在股市上冒險好啊。所以呢，這種所謂零風險的投資就是收利息嘛。因此，美元如果接下來9月開始要升息，全球的資金開始回抽，那麼當然股市支撐往上繼續向上攻的動能就會開始逐漸減緩了。這是現在雙重所面臨到的壓力啊。好，所以一方面要關注的是，包括聯準會接下來恐怕升息哦這一件事情，還有第二件事情，剛剛我們說的嘛，這個價格泡沫跟這個獲利泡沫，現在是 AI 所面對的問題。所以呢，我們在持續看到3位來自於美國的金融大佬開始針對了 AI 產業做出的最新示警，他們都非常的不看好，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一位看到的是當年成功預測2000年泡沫、科技泡沫跟08年金融危機的這一位 Jeremy Grantham， 他說美股現在是在歷史級泡沫 ，AI 的熱潮正是泡沫的核心啊。他也說 AI 泡沫可能在未來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內破裂。恐怕重演2000年的科技泡沫，部分企業跌幅，他預估達到70%。第二位專家是美國經濟學家吳志偉，他預測 AI 泡沫下半年恐怕引爆。第三位專家大家都認識的巴菲特，他說現在金融市場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投資人的投機情緒已經到非常危險的程度。幹哥怎麼看？好，大千，你放心好了。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最後那隻兔子啊！你放心，因為巴菲特他就講得很明白、很直接啊。他說，這個已經到了，就是說，從來就沒有看過現在美國人的賭性這麼堅強的。老實講啊，不是只有美國人的賭性堅強，台灣人的賭性更堅強，世界第一。對，那絕對超過美國人吶、啊，世界第一。韓國人也差不多，但是也比不過我們台灣人。我跟你講，什麼世代同堂都來了。對，其實說句實在話 ，AI 本身絕對是個可長可久的產業，但是 AI 它所造成的金錢過熱、股市過熱，老實講一句，那已經不是在理性範圍之內了。所以他們都提出啊，像那個 Grantham 啊，格拉漢他就講了，格拉漢這個人要特別介紹一下。他1999年的時候，他說馬上會發生網絡泡沫，科技公司會倒一片。他講完半年就應驗了。他在預測2008金融海嘯，通通被他應驗。他比巴菲特還要神啊！結果這個格拉漢他說什麼？他說很簡單，現在我已經開始在賣美股了，你們都開始一直在買嘛，對不對？我已經開始在賣了。所以這個 Jeremy Grantham，他其實他是有，就是說看到了說
一窩蜂的結果會是什麼？但是這次他也很保守，說我不知道是下個禮拜還是下個月還是明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但它一定會發生，因為現在已經太熱了。然後巴菲特本身也講的，他講的這個莫名其妙，我就說，我跟你講哈，現在的股市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賭場啊都是投機嘛，對不對？那是賭博嘛，賭場嘛。那個教堂呢是理性的啊，是有道理的。那所以說但是現在的這個股市啊，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它已經快跟賭場一樣了。他的意思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不理性、非理性。但是實際上，你當一個 AI 的新創公司，它要去蓋算力那個中心的時候，它要花多少錢？在這種狀況之下，你就曉得說，其實股市泡沫跟資金泡沫，它都是一覺醒來都可能會發生的。尤其我要講馬斯克啊，馬斯克這個家伙，他講的什麼太空，也被那個 Grayson 給講了一頓，數落了一頓。他說，那要去移民火星啊，我可以告訴你，可能在2代人、3代人都不可能達得到。但是他所引來的資金熱絡跟投資的不理性啊，已經造成整個市場的膨脹，到最後它一定會變成一個泡沫，只是它什麼時候爆發而已。所以我們認為說，美股雙重泡沫會不會爆？會的，只是哪一天。所以投資人歸根結底，我們一定要謹慎，你一定要先想一想。巴菲特說要放在黃金跟白銀裡面，你去想一想有沒有道理。好，那我們也來觀察，那這一波不理性的投資，甚至是炒作，我們從歷史經驗來學一些教訓，是不是真的很可能再度的發生呢？因為來自於美國的這位經濟學者，他叫貝森德賓，他是亞利桑那州的大學教授。他說他有做了這樣的研究，從1926年以來發生的幾件事情都可以看出來，熱門企業受影響、受害最深。首先，網絡泡沫時代的明星股，當時是世界通訊跟朗訊科技，後來都這個泡沫破裂。再來，金融危機前的銀行股也備受看好，後來也出事。再到來今年的這個電動車熱潮，包括了越南的電動車汽車品牌這一家 VinFast 上市之後備受看好，現在投資人也慘賠。老師怎麼看？最熱門的投資股會是最大的隱形泡沫嗎？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請大家稍微了解啊，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市場啊其實是我們的夢想。其實講本益比是不對的，應該講本夢比啊。這個67年做夢的話呢，那還算是短的嘞。有人一夢到700-800年都有啊。這個大家都要了解，市場就這麼一個結構啊。那麼全世界現在的話呢，相對而言的話呢，比較瘋狂的市場，大概就是美國、韓國跟台灣了啊。那我前陣子到那個銀行去的話呢，我們非常多的人呢，就是這個小孩子都叫父母把房子抵押出來買這個 SpaceX 啊，或者說是台灣的 AI 股了。啊，那個台灣的這個股市漲得簡直是啊，以前的話呢，就是傲視群倫呢，漲到1萬點的時候覺得不得了，那現在都快到5萬點了。啊，那這個變化是太大了嘛，對不對？所以說我們現在我是開玩笑講，不是真的。但是我們助理成績交不出來的話呢，他們就不幹了啊。炒股都會比這個當助理要好得多得多啊！這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說你這邊就要問到哈，因為1999年到2000年呢，那個 .com 的那個泡沫，我人本身在台灣，我非常清楚哈。那我必須要強調，這個科技股本身是容易受到矚目的原因啊。就這一次的 AI 跟那個時候 .com 是道理是一樣的，就是說任何人這個科技的發展，只要一旦是普通連哲學家都講得出來，他會有什麼故事的時候，那麼他就一定會有投資的對象啊，就是他的會有滿足你的夢想，就會覺得新的時代來臨了。在 .com 就這樣，其實我們確實是活在 .com 的世界當中，只是當時因為大家第二點原因就是說科技公司它的入門檻太低了，基本上所有做 AI 的公司這些人都窮光蛋出身的。你不覺得很奇怪？以前你做產業的話，你得富二代啊，對不對？現在他們都不用成本，光這個腦袋就可以了。啊，對，我們旁邊的話呢，也是靠腦袋在做開發，對不對？啊，他爸爸就我就不相信他爸爸是富一代，對不對？啊，絕對不是。但是科技公司就有這個特性啊，所以說他們基本上啊，就如雨後春筍，就大家一起都來拼一拼，看誰撐得下去。然後第3點原因的話呢，就是說呢，目前為止呢，這個呢，
就是 AI 的這個發展已經遭受到，就跟原來的1999年 .com 是一樣，就是說美國的政府，那這次的話呢，中國政府趕上，1995年中國政府沒趕上，然後那個美國自己搞到它容易垮。那這次 AI 的話呢，不會那麼容易垮，至少會拖得比較久一點。原因就是大家都會在中美博弈的框架底下再看 AI 的發展，所以裡面如果說把中美博弈的這個因素拿掉，裡面剩下的東西其實不多，就跟那 .com 很像。但是這次有中國在加入，那中國本身的話有政府的力量。所以說它這個泡沫可以拉得比較久一點，可能洗衣粉好一點，這個泡沫慢慢拉得會比較大一點。謝謝袁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中美 AI 的戰局大逆轉，今天關心 DeepSeek 還有 GLN 橫掃矽谷，北京同時間反手限制輸出中國大陸的 AI 大模型哦，也禁止投資。那麼國產晶片現在大爆發，還要加速去輝達化，被網友酸哦，讓黃仁勳豆汁都喝了，還是換不回怒氣。好，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中美的 AI 戰，我們來看到過去1年哦，美國靠着 OpenAI 還有 Anthropic、Google 等科技的巨擘，可以說掌握了全球 AI 的話語權。沒有想到在此刻開始出現翻轉了。我們要來特別看到這個特殊狀況，是來自於美國媒體自己所做的一個報道。CNBC 說，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他們已經開始轉向了不使用美國的 AI 大模型，他們使用的是中國開發的 AI 大模型，當中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詳的 DeepSeek 跟智譜等中國的 AI 大模型。而且呢，美國企業也開始使用 Token。中國大陸的 token 比例不斷的上升，從今年2月以來，每周維持30%以上，最高甚至高達46%。這個意思是什麼呢？其實，在1年之中，可以說已經到翻倍了。在2025年上半年的時候，使用中國 token 的比例，甚至當時只有一點點，4.5%，現在最高竟然已經高達了46%了。就在美國企業開始大規模使用中國大陸的這個模型的時候，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AI 大模型中國比較好，有2個重要的優勢點。第一個就是有關於成本的優勢，第二個就是效能的優勢。好，先來看到成本。如果是中國大陸的 AI 成本跟 Anthropic 跟 OpenAI 做相比，便宜幅度最高甚至高達了90%，哎，難怪要轉用中國模型。第二件事情是效能也大幅成長，矽谷許多科技的研究人員，他們認為智譜最新的旗艦模型 GLN 5.2能夠在毫不妥協的情況下，跟美國的 AI 模型匹敵，甚至經常可以超越美企哦。所以呢，這些美國企業決定改用中國大陸的 AI， 但是也引發了中國政府很緊張哦，他現在準備踩剎車。路透社報道，北京政府過去一個月已經跟阿里巴巴甚至字節跳動、AI 新創、智譜等企業召開了會議，討論是否限制中國大陸最先進的 AI 晶片、AI 模型對海外來提供服務。委員怎麼看大陸的動作？對，我想中國大陸會做這樣的一個討論，其實是一件很可喜的現象啊，就是代表中國大陸有底氣了。那麼我們有底氣，我們有實力，我們可以反過來牽制美國，而不是永遠被美國卡脖子哦。那麼我簡單的來講一下，就是當時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的時候，它跟美國所發展的路徑是不一樣的。中國大陸的大模型大部分哦都是開源的、免費的，那麼而且同時，中國大陸在這個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它強調的是要進入百工百業，所以它強調的是應用端。那美國的這個大模型的發展呢，它就通常都是閉源的、收費的，而且收費並不便宜哦。如果你現在下載一個那個 Cloud Code 哦，那個月租費是很驚人的哦。那麼
再來就美國的這個側重的地方都是在大模型算法上不斷的這個提升跟改進哦，所以它完全是2條不同的路徑。那麼中國大陸當時所採取的這個開源免費的策略是非常聰明的，為什麼呢？各位知道，當每一個企業要部署 AI 的時候，所謂部署 AI 就是我這個企業，我決定把我的生產流程開始置換，讓 AI 的工具進來幫助我哦。那麼做 AI 的整個的布局，甚至我們現在最常講到的叫做 AI 代理人哦，中國大陸叫做 AI 智能體哦，就是我這個公司呢現在要引進所謂的 AI 智能體、AI 代理人。那麼這些不管你要怎麼樣部署，你都必須要有一個大模型。好，那問題就來了，你究竟是要選這個 DeepSeek 或者是這個智譜的 GLM 5.2，或者是 MiniMax 的 M3，還是你要去選 OpenAI 的這個 ChatGPT， 或者是選這個 Anthropic Cloud？ 關鍵問題是什麼？成本問題啊！就其實最主要的2個關鍵問題，一個是成本問題，一個是這個成本問題牽扯到模型的問題跟算力的問題哦。所以以我們自己的公司為例哦，就今天当我跟其他的這個業者在做競爭的時候，比如說我們最近在競爭一個國際品牌的這個AI 廣告的制作，那最後大家比完看起來品質都差不多的時候，這個品牌就會說，那你們的成本是多少？今天如果對方的成本是1000塊，比如1000塊人民幣，而我是1500塊人民幣，我就立刻輸了。那我的1000塊跟1500塊的這個成本究竟架構在哪裡？除了人事成本之外，當然就是模型的成本跟算力的成本啊，這才是關鍵嘛。就如果今天我的模型不用付這個很高的月租費，然後我的 token 很便宜，我是不是我的競爭力就高過它了？所以在任何一個企業進行 AI 部署的時候，它都要精打細算的看成本。而中國大陸因為當時一開始它就是用開源免費的方式，所以它讓不管是歐美，甚至像東南亞、像印度這些國家，大量的在下載 DeepSeek、下載像這個 GLM 這個5.2這些模型的時候，它某種程度它已經被綁起來了。好，那關鍵問題來了，當你被這些大模型綁了，你知道中國大陸從今年開始，這些大模型都可以接上本土的 GPU 的算力中心哦，所以你用它的大模型，你同時就用了它的算力中心，你用了它的算力中心，它的算力中心的晶片都是本土廠商生產出來的，所以這形成了一個閉環哦，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當然就大力的把中國大陸的整個 AI 的軟體跟硬體產業往上推高了哦，所以今天中國大陸的實力夠了。他重新要考量了，我繼續要用開源、用免費的方式來對付，來給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你這個國家可能是反華、可能是抗中的，我有必要把我的這個基礎的這個技術來跟你分享嗎？然後來降低你自己的企業成本嗎？那這代表的是中國大陸已經有底氣，我們已經有實力，把我們的 AI 當作是一項跟稀土一樣重要的這個戰略武器哦，來面對整個地緣政治的競爭了嘛？好，那同樣的問題，韻老師要怎麼看？我覺得哈，這個問題本身問的啊，就是我先讓大家先了解一下，就是說整個科技的創新的話，我認為川普講的話是有一點言過其實，但是實際上的話，我們要有根據的來講的話，黃仁勳講說中國跟美國的 AI 的差距是 nanoseconds。啊，就是說是這個奈秒鐘啊，一分鐘分100萬次，你可以看奈秒是多少吧？就是說其實是差不多的了哈。那最近那個以前的 Google 的總裁 Eric Schmidt 講說是幾秒鐘，意思也就是說向上差不多哈，但是剛剛我們這個大千是 AI 的這個企業家嘛，所以說他講的東西裡面行話很多了，我幫你翻譯一下了哈。因為我會覺得說，這個美國的 AI 的發展的話呢，就是 AI 需要3樣東西了，一個要芯片，一個要資本嘛，啊，所以他剛剛講，還有一個當然就是需要電力。啊，你講那個 token 啊、詞源啊什麼的，或者說它那個模型啊，它在整個精算的過程中都是需要很大的電力。那我覺得說呢，現在這個是比外圍的環境啊。那實際上的話，大陸真的就像你講的沒錯，那個開源的話是大家都可以用。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呢，因為我最近有些朋友開始對 OpenAI 付錢的，每個月20塊美金，這是 minimum 的哈。但是他會覺得說 OpenAI 也其實這個 AI 也是想辦法賺錢的 ，AI 就賺錢，就是一開始很能幹，免費的時候很能幹，然後慢慢不行了，連不如。啊，不如连阿里巴巴都不如了，然後付個20塊錢以後，哇，又厲害起來了，然後慢慢他媽又不行了。啊，我跟你講哈，就說美國現在來這一套的話，一下就跟那個當年買機票的道理是一樣的，就買個場網站買這地方貴起來了啊，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大陸現在的話呢，就是有3項優勢，我跟你講。首先第一個的話呢，這個開源對大陸來講是不計成本啊，這個當然是有政府的支持啊，像 DeepSeek，我們在下載嘛，我們手機裡面啊，就是效果上來
非常好。那我們平常來講，AI 要做的事情，對我來講，就是我一本中文著作要翻譯成英文的話，哇，那我都捨不得一次把它翻完，你知道，就太快了啊，就這樣。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它的大陸的電力有保障嘛。然後第三點的話呢，我會覺得這個芯片的發展，你剛剛這個大仙講的是一個叫生態環境。你如果一點一點的話呢，大陸不收你的錢，但是把你進來以後，你就離不開我們這個叢林了。就這個道理。好，剛剛我們講的都是在這個大模型啊、AI 領域等軟體，不過我們也來講一下晶片。大陸它另外也推就是要完全去美化的晶片，而且呢，路透獨家報道說 ，DeepSeek 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他們就自己乾脆研發自己的 AI 晶片了，就少用華為的跟這個輝達的晶片哦。那大陸的企業在 AI 的晶片預算當中，接下來說46%都會用國產晶片，較目前的30%是大幅增加的，也代表說我們刚剛提到了嘛，華為的晶片就會用的比較多，讓輝達等等的依賴就會比較低。當然了，現在黃仁勳就被調侃說豆汁都喝了，還是換不回怒氣。對於輝達的衝擊，那幹哥又怎麼看？那當然很大啊。DeepSeek 它如果連他們都不用輝達晶片，因為你現在 H20真的越來越難買了。老實講，那乾脆買不到。好，那 DeepSeek 就自己發展它自己的晶片。不過它這個晶片是推理的晶片，還不是訓練大模型用的晶片。但是這樣子就代表什麼？代表DeepSeek 也不要我了。那我們輝達的東西要賣給誰？我跟你講，企業家都很敏感的。所以黃仁勳為什麼要跑到北京去喝那個豆汁兒？那個豆汁兒，說句實在話，它雖然是一個笑梗啊，但是你可以凸顯說什麼？凸顯說黃仁勳真的好像很無奈，你知道他為什麼常常要跑到北京去，然後走遍大街小巷？他無非是希望告訴你說，我不是川普，我跟你們同文同種的。那我現在這一間輝達，老實講一句，被川普壓得死死的。可是我個人不是這樣的企業家，我仍然需要我們中國市場的支撐嘛。所以他常常去吃炸醬麵，他站着吃，你知道嗎？吃給你看。哪有一個大老闆這樣做？然後結果突然有一個人就遞了這個豆汁兒給他喝，他就一大口就喝下去，就一喝，他說這根本就是已經壞掉的牛奶嘛，發酸的牛奶嘛，對，然後不得不又跑去隔壁喝什麼雪花冰，然後一口氣就把它喝掉。我跟你講，光是這樣子跑來跑去哦，那個所有的商家都拿他那個臉扭曲的畫面當做什麼？當做廣告的那個賣點跟招牌。黃仁勳已經想盡辦法了，為什麼？他希望能夠得到這麼大的市場，所以你就曉得說 ，DeepSeek 他現在都已經自行研發 AI 晶片了，那將來中國大陸它未來1年的晶片。